去年呢，很多行业都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但是呢，有一家公司却杀出了重围，营收一路激增，在一片萧条之中，可谓是杀疯了，赢麻了。这个呢，还是一家线下的零售公司，是一家气质相当朴实、风格相当奇葩的公司。这家公司呢，就是号称中年人的衣柜、直男的天堂、人类运动服兜底者的迪卡侬。迪卡侬啊，来自法国，2003年呢就进入到了中国市场。目前呢，市面上对于迪卡侬的核心竞争力的分析呢，基本上都是规模化和成本控制。这个呢并不难理解，也非常的合理。可问题是啊，如果只是拼成本，那迪卡侬也是代工的，怎么可能成本能够拼得过代工厂呢？你打开某某88，不是某宝啊，是某某88，你看看代工厂直接出货的价格，哪一个个比迪卡侬卷得多？迪卡侬虽说呢便宜，但它也没那么便宜。准确来说呢，它是性价比高。可是为啥只有迪卡侬能够靠着性价比杀穿全世界，而别的品牌学不会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行了，时钟拨回到上个世纪，1975年10月，法国政府颁布了《体育运动发展法》，也叫马泽奥德法。该法的主要目的呢，是在全法推广体育运动，包括强制体育项目进入学校。这让一个叫做米歇尔的法国年轻人嗅到了机会。他在美国呢发现了专注于体育运动销售的运动超市，而在法国呢，当时这种模式还并没有出现。于是啊，1976年，迪卡侬呢就在法国里尔市的欧尚超市的停车场里成立了。这个欧尚呢，就是很多人知道的那个欧尚。后面呢，我们会单独来解释这段故事。迪卡侬的法文名称呢 Decathlon 是十项全能运动的意思。它一开始呢就是定位于运动超市这个品类。运动超市，超市是啥？超市就是你逛一圈啊，总能买点啥。儿子的哑铃，媳妇儿的瑜伽垫，老公的冲锋衣，女儿的运动防晒喷雾，父亲的钓鱼装备，老妈的旅游鞋，再加上全家的露营装备，齐活。消费者的需求啊，可以一站式的得到解决。一家迪卡侬门店单店面积呢，普遍在几千平方米，网罗无数的体育品类。消费者以自选的方式采购产品，无论是运动护肤品、运动食品，还是自行车、健身器材，都没有离开体育运动的范畴。做成超市模式啊，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有真实的体验感。如果说有哪个产业最难线上化，那么体育无疑是其中之一。运动需要线下实际的参与，购买运动产品呢，也需要线下真实的触摸与体验。买衣物可以根据尺码线上挑选，可许多运动装备呢，你如果不实际体验，就真的感受不到其中的差别与乐趣。在迪卡侬门店，许多运动你可以尝试体验，里面可以打篮球、健身、玩轮滑、射箭等等。迪卡侬呢为此规定，门店必须保留至少15%的区域作为用户体验区。迪卡侬能给消费者真实的线下体验。运动的时候会产生多巴胺，而多巴胺呢会激发你的购物冲动。大多数人体验完了，舒服了，下一步就是把快乐带回家。这是迪卡侬成功的第一招，选对了这个品类最适合的售卖方式。第二点，刚刚不是提到过它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是成本控制吗？为了控制成本啊，迪卡侬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我生气起来，连我自己都打。控制成本啊，狠到连自己都不放过。迪卡侬的超市啊，要多简陋就有多简陋。店面风格说好听点是工业风，说难听了就是水泥地板加简易货架。选址呢，尽量也放在郊区。在北京的10几家门店中，迪卡侬只有一家门店位于3环以内，其他门店均在4环及以外地区。与耐克、阿迪达斯等爱往市中心扎堆的选址思路完全不同。迪卡侬的门店选址呢，是交通便利的商圈，或者是有许多居民居住的市郊。这样一来，租金成本就会大大降低。产品本身的设计上呢，说好听点叫做简约风，说难听呢就是没设计。别家的牌子追求的都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它呢是又土又丑。在迪卡侬内部啊，有一个统一设计适用全球的原则。国内消费者可能会觉得迪卡侬的尺码呢非常的奇怪，衣长呢和袖长都会偏宽，这是因为呢全球的迪卡侬商场都是卖的相同的产品，并不是针对亚洲人的身形量身定制的结果。这点呢和大部分的运动品牌都不相同，只有尽可能少的款式才能减少成本，为大批量的生产创造条件。
买了鞋，迪卡侬甚至呢连鞋盒都不给，除非你花4.5块买一个大号的购物袋，否则啊，顾客就只能抱着2只鞋子走出迪卡侬的大门。迪卡侬的核心理念呢就是4个字：能省则省。而在营销成本方面呢，迪卡侬的抠更是名震广告界。迪卡侬刚进中国的时候呢，有很多体育媒体和营销公司都盯上了这块大肥肉。结果啊，迪卡侬告诉他们，对不起，我没钱。在互联网上啊，人们看不到迪卡侬的广告，在线下的交通枢纽以及大型的广告牌的位置上呢，也见不到迪卡侬的身影，并且迪卡侬很少与媒体沟通，官网呢甚至连基本的新闻通稿都没有。在其他品牌的代言人都是当红明星傍身的当下，迪卡侬坚持不请代言人，模特呢甚至大多数都是公司自己的内部员工。迪卡侬的中国区工作人员曾经表示，迪卡侬的广告费用只占营业额的1%，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抠门抠到这份上，你说它奇不奇葩？第3点，迪卡侬的成功啊，离不开中国工厂，也离不开中国市场。截至目前呢，中国门店的数量占迪卡侬全球门店总数的1/8，营收占到总营收的1/10，但生产呢却占到了全球的1/3。中国制造撑起了迪卡侬帝国。2018年，迪卡侬的欧洲主要市场销售，西班牙下跌了3.3%，意大利下跌了2.8%。相较之下呢，中国继续拉动迪卡侬的全球营收。这一年，中国新开了29家迪卡侬超市，营业额超过了10亿欧元，占到总营收的1%。早在入华之初啊，迪卡侬的集团创始人米歇尔就曾经说过，中国是迪卡侬全球最重要的市场，没有之一。对于中国市场，迪卡侬呢也越来越重视。去年呢，迪卡侬更换了在大中华区的 logo， 还将所有门店进行了升级调整。同时呢，还改变了以往低调行事的风格，积极在小红书、抖音等线上平台展开了高调的宣传布局。在北京设立了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还在苏州呢开了一家体育公园旗舰店。在中国啊，迪卡侬还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在以往呢，这个品牌的主力消费群体是中老年人，而去年开始被年轻人发现并圈粉呢，与户外运动的流行密不可分。根据某研究发展研究院发布的11假日消费数据观察，在去年的国庆假日期间呢，户外鞋服销售额同比增长了77.9%，其中冲锋衣裤增长97%，抓绒衣裤增长121%。户外装备方面，帐篷、垫子同比增长72%，野餐用品同比增长77%，极限户外用品呢更是取得了162%的增长。反正我认识的北京朋友啊，去年的11呢，不是在露营，就是在露营回来的路上。一些不爱运动的年轻户外小白开始被这波运动带着，从骑行冲浪玩到了露营徒步，而他们的装备栏里呢，总是会出现迪卡侬。在小红书啊，有关迪卡侬的笔记多达5万篇。有人呢分享自己去云南徒步时做了一回迪卡侬女孩，有人呢化身火眼金睛，专门去迪卡侬商场捡漏便宜的冷门好物，还有人呢分享迪卡侬穿搭，教用户如何将丑衣变潮。迪卡侬在中国圈到了一大波年轻粉，吃到了时代的红利。以上说了这么多啊，一定有人有疑问了，感觉这个迪卡侬的成功模式也并非不可复制啊。我也低成本，我也便宜卖，我也少营销，我也重视中国市场，是不是我上我也行啊？可能啊，你上还真的不行。我们在前面呢就已经说了，第一家迪卡侬的门店其实是米歇尔在欧尚超市的停车场里搭建了临时的板房成立的。你说这欧尚咋就让一个年轻人在自己家里的超市里开超市呢？重点来了，刚刚没有提到啊，米歇尔呢虽然姓 Leclerc， 但是呢他妈妈家姓穆里耶兹 Moulier， 而欧尚的老板呢热拉尔偏巧呢也姓穆里耶兹。没错，人家就是一家人。欧尚的创始人呢，正是米歇尔小米的亲表哥。1903年，家族创始人路易·穆里耶兹在法国鲁贝地区成立了一家小型纺织厂菲尔达。之后的发展呢一路顺利，在上世纪50年代成立了特许经营店铺，零售渠道呢就已经遍布全法国。于是穆里耶兹家族 Moulier Family 开始崛起，有了不断折腾的资本，也让他们的家族成员们掌握了2个行业的基础知识和经验：纺织和零售。穆里耶族家族呢信仰社会天主教教派，
该教派有一个教义是惠泽穷人，所以呢，穆里耶族家族的公司也并不追求高大上，都是在卖一些低价的产品。1952年，创始人路易斯去世，菲尔达由新的家族族长掌管，并定下了一条规矩：家族其他人创立自己的事业，家族给予扶持。1955年，穆里耶兹家族协会 Association Familiale Moulier， 以下呢简称叫做 AFM 正式成立了。加入 AFM 呢需要2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家族创始人夫妇，也就是路易斯夫妇的子孙；第二呢，你要卷出点成绩才行。这2点呢，确保了家族资源肥水不流外人田，又确保了家族生意的可持续性，不会被一些败家子给毁掉。当家族生意传到了第3代掌门人热拉尔·穆里耶兹手里的时候呢，家族生意就开始直接起飞。热拉尔小热年轻时候呢，在家族企业菲尔达工作，积累了充足的零售行业经验。29岁时呢，创建了自己的零售商店欧尚超市。欧尚的策略呢，也和菲尔达一样，简单粗暴，低价，还是低价。很快呢，欧尚就迈开了扩张的步伐，走向了全欧。欧尚不但成为了 AFM 家族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拥有的跨国巨头，家族资本的主体呢，也从菲尔达变成了欧尚。刚不是说了吗？家族的信条就是一人创业，全家族扶持。到了米歇尔小米创办迪卡侬的时候呢，便得到了表哥小热以及一整个 AFM 的鼎力支持。堂哥给你供货和场地，舅舅给你提供渠道，二叔呢给你解决政商关系，姐夫给你提供施工队。别人创业是白手起家，他们呢是要啥有啥，这个叫资源，也叫家族面子。AFM 当初是怎么扶持欧尚的，现在就怎么扶持迪卡侬。这一次怎么扶持迪卡侬的，下次就怎么扶持下一个家族成员的创业项目。模板都是现成的，往里套就行。资源呢也是现成的，左手到右手就成。其他公司开股东大会提心吊胆，他们家开股东大会，一大家子吃着火锅嗑瓜子儿，聊个家长里短就把事儿给定了。We are family. Okay, we are family. 欧尚和迪卡侬的成功呢，让 AFM 开始培育更多的家族子弟，拓展零售帝国，陆续进军了玩具、电子、餐饮、汽修等各类零售行业。欧尚的掌门人呢，小热则是稳坐钓鱼台，利用欧尚呢为自家枝繁叶茂的零售渠道来保驾护航。于是在家族的呵护下，越来越多的 AFM 企业走向成功。自家的创投机构提供投资，自家的银行呢提供贷款，自家技术公司提供技术支持，全产业链都给你一手包办了。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办不到。如今AFM 家族的企业多达200余家，直接和间接控制的资本高达1000亿欧元，有150多位家族成员在这些企业的董事会任职。现在呢，法国人的日常生活根本逃不过他们家的系统。在法国日常生活需要的大大小小、零零碎碎，几乎全是他们家的，而花钱呢，也几乎都进入到了 AFM 家族的口袋。平价又抠门的迪卡侬居然这么有背景，这么豪，是不是没想到呢？迪卡侬之所以牛逼，就是因为在家族的支持下，不仅一马当先把运动超市这一领域给先占住了，之后呢，整个家族的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各个企业渠道全方位无死角都来辅助帮衬，资源死命给你往上推，想不躺赢都难。现在明白了吧？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真的没有。条条大路通罗马，而有的人出生就在罗马。迪卡侬就是这样。Le twist ou le cha-cha, je suis d'accord pour tout ce que tu veux.